顾晨，我其实一直爱着你的好友。5年前，咱们镇国公请旨戍边，朕至北湖，就再没有还过朝。真是一心为了天下人啊！就是好人都不偿命啊！顾晨，我其实一直爱着你的好友杨开济。我不明白，我给了你一品高明，这辈子也没碰过别的女人，你想要什么我也从不过问。以前知道你是天性疏冷，可你到底为什么会爱上杨开济？因为你不懂我。你每次出征回来问我夫人可好，我说好，你就信了。你不会说体贴话，不问我想不想去哪里玩耍，不问我想不想看画鞭子，不问我一个人守着这座宅子会不会闷。你的木讷实在是叫人无言以对，你从来不懂我。我一直在勤勉国事，从翰林院到各县州府，从兵部到北禁军，打仗是为了保境安民，苏醒夜幕是为了给朝廷办差事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天下人能过上好日子。家里他说过得好，我自然就信了。我从没想过他会骗我。那你如实答我，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顾晨，我要的不是高明，不是尊荣，我要的是一个懂我的丈夫。杨开济就懂，他就懂他夫人白氏。当年我就该求父亲选杨开济为婿。若有来生，我不愿再做你的妻子。我戎马半生，保家卫国，我以为护他周全，给他最好的荣华，便是我此生对他的爱。难道我错了？国公，国公啊！白天的宜城太繁杂了，朕不喜欢。晚上来陪你喝一杯。爱卿，朕负了你。朕要是早知道那柳氏害你半生，如此郁郁寡欢，朕就该逼你们和离，让你娶红绫。红绫？皇帝哥哥，果然，你也来了。顾晨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你不知道，我当年比武招亲，却没把自己嫁出去。天下人都说我是没遇到愿意主动输掉的心上人，而我只是想通过这一场比武招亲，让自己理所应当的没嫁出去。因为我的心上人早早娶了别人。这首曲子赠予你吧。
愿你来世一切都好，来世一切都好。酱板鸭来喽！顾晨，怎么了？发什么呆呢？不会3杯就醉了吧？怎么是杨开启？难道我回到了18岁？我已经确认了，我回来了。重圣元年，春闱之后，放榜之前。这酒烈得很，店家，上一壶好的来。士族出身的，就是会挑3拣4。我等寒门子弟，有酒喝便不错了。杨兄这话说的，酒乃天地精华，岂能马虎？服了。那便是杨开启、杨博远，正是灵州一包有名的才子，诗词文章华丽无双，世人言天下文采第一。那个便是有名的裴长裴景贵。渊照裴氏旁直，别看他这副模样，曾经靠着推操之法帮渊照尹府破了桩奇案呢。围魏救赵，不过是孙膑以屈为直之计。若论其根本，在于攻其所必救，而非救其所必攻。这位兄台，方才所言倒是有些见地，敢问师从哪位大儒？自学。自学能学到这个地步？不说也罢，只觉得兄台胸有丘壑，绝非池中之物。农桑乃国之本，若民生不裕，纵有千军万马，亦是空中楼阁。管子曰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兄台所言甚是。我倒觉得算学才是根本。你们可知，若以算学推演兵力布置，能省多少人力物力？我向来不看什么门第之见，不管荆轲重与不重，你们这2个朋友，我裴瞻交定了。名声逐渐广起，落叶纷飞作战旗，生死一诺终如约，天地无声尽我体，藏去定百姓为老，血染征袍共为旗。中了，爹，儿子中了！没有我的名字，3年，又3年。那将是我前世奋斗一生的地方，也注定是我今生要弥补遗憾的地方。王家女儿，这次得嫁我喽。这位可是杨开济杨公子？在下灵州杨开济，敢问阁下？老夫柳明，京城承恩侯，久仰杨公子才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一表人才。柳明，柳若兰的父亲，我上辈子的岳丈。杨公子才名在外，老夫一向仰慕。若公子不弃，改日可来府中一叙。柳大人为何选在下？杨公子文采斐然，谈吐不凡，任谁都有意结交的。这是小女柳若兰。承蒙大人与小姐抬爱，容薄员思量。那就不打扰杨公子了。他也回来了，他一定是对他父亲说了什么，说服他在榜下求娶时去选杨开济，因为他要嫁的人
不是我。我推测，他大概是在朝中找了些关系，看了不少关于荆轲进士的详细档案，索性趁早给女儿寻个好夫婿，也是正理。我观荆轲学子，除了你我3人外，都是区区之才，泛泛之辈能选中我，倒也不奇怪。博远啊，博远，你说你这人总是爱这样讲话吗？多学学顾兄吧。伯爷，锋芒太盛，未必是福。顾兄此言何意？没什么，只是这京城的水，比你我想象的都要深。崇圣元年放榜之日，轨迹已经改变，但前路漫漫，谁也无法预料。柳若兰选择了杨开基，而我顾晨，这一世绝不再做那承恩侯府的赘婿。陛下驾到！此刻的他还这样年轻，这样锐利，好似一把刚刚出鞘的宝剑。荆轲取士，朕亲自看了你们的策论，都是难得的人才。传炉吧。崇圣元年春闱，取进士213人，今奉天子谕，一甲第1名状元天广道灵州府郡水县人士杨开济，一甲第2名京兆府人士裴章，一甲第3名探花刘民吉、顾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，这位探花顾晨极怪写的是流民。我大前立国100余年，科举取士无数，从未有过流民登科的先例。敢问这位顾探花，流民出身，师从何门呢？回大人，无师无门。便是天纵之才，无人教导，也难成气候。你既无师门，策论文章又是谁人指点？晚生也没有先生指点。这成何体统？简直荒谬！张青，你问完了？陛下，臣问完了。那朕来说2句。朕登基不久，天下百废待兴，诸卿都是朕亲手选拔的人才，日后同朝为官，当同心同德，匡扶社稷，为天下百姓谋福。朕不以门第取人，只以才学论英雄。无论是出身士族、寒门，还是流民，只要心中有天下，有百姓，朕便用他。我知道，崇圣帝这番话，不只是说给我听的，也是说给整个朝堂听的。他在告诉所有人，他的用人标准，从来不是门第。顾晨，你字什么？回陛下，臣没有字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嬴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朕赐你一字，顾晨，顾以德。望你日後为官，以德服人，以德报国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，不负朕望。臣叩谢陛下隆恩。朕听说你过几日还要参加武举。是。好，大前开国以来还没出过同时考文武举的人，朕拭目以待。初登大宝，锐图图治，诸卿皆国家栋梁，日后当同心协力，匡扶社稷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牵着路，月黄昏，拂袖下，风萧，年龄岁月的诉求。博远，你的好多在说我们呢。响声阴冷，笑声又在漏。回眸却已远博远，那柳小姐又对你招手，侯门柳家怕是真要招你为婿了。这柳姑娘瞧上我不意外，但她与我仅一面之缘。那眼睛却不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，倒像是在看一个认识很久的人。杨开济不知道，前世有一个女人，把他写的每一首诗都背了下来。风过长安正落，花染青尘，灯摇曳，水云水里就交尾。我不会让你再等我一辈子。射术科顾晨魁首。这可是是啊。进打科顾晨魁首。陛下，此乃帅才。受翰林院编修，正七品。陛下圣明，这探花受翰林院编修，本就是正途，也是陛下在保护她。一个流民出身的年轻人，骤然得了文武双全的名声，已经够招士族嫉恨了。若是再受了实权文武职，怕是要被那些世家出身的人排挤得体无完肤。我喜欢这里，喜欢那股子墨香，喜欢那些泛黄的书页，喜欢那种与古人对话的静谧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有一位我上辈子极敬重的人。你就是顾晨？是。武状元文探花？是。我身边缺个打杂的，你愿不愿意来？我记得上辈子黎志远也是这么说的。学生愿意。把那些叫完，看不懂的问我。你师娘的食盒做多了。师娘的食盒是黎志远门下最大的奖赏，因为黎志远从来不会开口夸人，他只会让妻子多做一份饭，用这种方式告诉你，做得不错。
这些时日安顿好后，我也为以后做好了打算。当年在北京做主帅时，看过无数事，见过无数人。如今有空闲，不如就写些画片子，把当年北境的人一一记下来，让世人看看他们的故事。话说北境苦寒之地，常年风雪漫天，可就在这片冻土之上，有一群人用他们的血暖了这方天地。我对战场过于了解了，如果我用真实姓名去写作，这本书一旦传开了，注定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让人误以为我上过北京战场。就用吴明生这个笔名吧。以德，锦归，这身不错。看看我这身，发现有什么变化没？香囊。对喽，王小姐和我互换了信物，岳母已经见到了，不过岳父在外履职，还没见上。景圭、义德，你们来了。你的大喜日子，我们能不来吗？状元郎，往后可就是有家室的人了。你也快了，义德，你也要抓紧啊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终于等到了，这一世，我终于选对了。上辈子我给了他一品诰命镇国公夫人的尊禄，他却从未这样笑过。这一世，她嫁给了杨开济，她笑了，也好。顾晨，这一世你跟我再无关系。以德，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里面太闷，出来透透气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义德，今日多谢你来，伯元大喜，我自然要来。义德，你也该考虑自己的婚事了。翰林院里虽清静，可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。伯元，你娶到了想娶的人，这一世你要待她好。这是自然。伯元，你可知前世你娶的是白氏？你可知柳若兰等了2世子才等到今天？命运轮转，个人各有因果。这一世，我只走我的路。戒骄戒躁，万事谨慎，上无愧于天，下无愧于民。学生谨记先生教诲。奉天承运诏谕，编修顾晨才学兼优，特授谢州安阳县县令，即日赴任，钦此。以德。两位，你怎么走这么早？安阳那原县令已经离了职守，地方没了父母官，我得快些过去。你这一走，以后拌嘴的可都没了。以德，安阳那地方可不简单啊！你去了，别光顾着治理地方，也想想自己的终身大事。
争取带个媳妇儿回来。哼！一德，到了记得写信，别光写公事，写写有没有姑娘看上你。这辈子只有我一个人，安阳还是那个安阳。当然，这辈子只要一切都没变，我大概也能在安阳遇到那个人赵红林。安阳，这里就是安阳，死气沉沉，看不到一点希望。这里也是我要一步步去改变的地方。这个世界，安阳的水位应该已经涨了。蝗虫虫卵，今年怕是又要孵化。你在看什么？现在眼前这个年轻的、鲜活的，好似一团火一样的女人，便是赵红玲。在下再看有没有虫卵。虫卵？蝗虫的卵产在土里，开春后若遇适宜天气，便会孵化。这些树长在田埂上，看看树木下层枝叶的痕迹，能大致判断虫卵密度。再深挖的话，没准能挖出虫卵来。我叫赵红玲，是当今长宁郡主。你呢？安阳县令顾晨，参见长宁郡主。这儿又没外人，别来这些虚礼。顾晨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好像是那个文武登科的顾晨。听说你是流民出身。是。郡主，大雾退去，西北风已起，雨势不会小，请速速进城。你会看天象？略知一二。这可不像是略知一二能看出来的。我在外头跑了几年，遇到过不少人，能凭风看雨的倒还是少见。况且这云还不是乌云呢。我当然会看天象，上辈子在北境打了那么多年的仗，天象水文对行军打仗是必要的。你还真懂天象，谢了，不然我今天可惨了。郡主怎么会在安阳？路过，我在南边游历，听人说安阳闹灾，就过来看看，正好碰上你。你刚才说蝗灾打算怎么治呀？治标靠谱，治本靠垦，河道淤塞，旱涝交替，所以根不在蝗，在水。你懂水利？略懂。农事呢？了解一些。顾大人，天儿都被你聊死了。啊？开玩笑呢。那你有想过日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吗？郡主莫取笑下官，下官自幼见识孤儿，亲身体会过底层民间疾苦，所以下官想做一个能让老百姓吃饱饭的人。真好，我父亲当年也是这么说的。雨停了，我们进城。我从上一世带过来的那些经验、教训、遗憾，都要在这里弥补，在这里一点一点地变成现实。大人，您这哪里是在走路，分明是行军打仗。我确实是行军打仗，只不过对手不是北湖，我的对手是水，是黄，更是这片土地上盘踞了不知多少年的贫瘠。经过这1个月的时间，我越发相信，这个男人和我见过的所有官员都不一样。惊梦成照不尽前人。你染了风寒，近几日别再下地了。顾晨，有打鱼的寡妇说她被一伙人打了，托我来报官，你快去看看。顾晨，今天是不是要去挖水渠？带上我好吗？我自幼习武，不怕这些的。你们县令大人今天在哪里？大人今天去田里了。好。此后我伴你红尘，未与自称说的岂只是爱恨。
这人间冷暖几场，多有心。顾晨，你今天又泡在泥水里啦？你天天泡在泥水里，不累吗？累，累还干？不干不行。我见过不少官员，可只有你是真正完完全全实打实为民做事的。郡主，过奖了。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这个人表情虽然淡淡的，可他耳朵红了。我以前没发现这个人的耳朵会出卖他的心事。顾县令，你说我天天来找你，安阳的老百姓都打听我们是什么关系，你说我们这算什么关系呢？你说我对你连个称呼都没有，这也不行啊。我们算朋友吧，你叫我义德便好。以德？就好比是在叫什么下属似的，这也太生分了吧。我想要更亲近的关系，可他这个人木头似的，得换个法子，不能太直，也不能太绕，要让他躲不开，又不好意思拒绝。我叫你陈哥哥，好不好？你叫我什么？陈哥哥呀。怎么了？我以后就这样叫了。我们就算是异姓兄妹吧，不用结拜，我嫌麻烦。总之，我就这样叫啦。随你。顾晨的耳朵会出卖他，这个呆寡好生有趣。哥哥，谢州一带我还有几个县要走，周围那边也有几处灾地是我要去看的。那我走了。路上小心。陈哥哥，我会给你写信的，不过你大概是回不了信的，因为你收到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寄信的地方了。月色浅薄如心事，你背影淡成水墨的提示。陈哥哥，上辈子没有人这样叫过我。赵红林叫我陈哥哥，那3个字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密，好似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年，又让人感觉他本来就该这么叫我。他到哪儿了？有没有地方住？吃的好不好？大人，有您的信。陈哥哥，我一切安好。你的堤坝修好了吗？我这里的雨好大，下了3天了，河水也涨了不少。不知安阳那边下雨了吗？雨大不大呢？你要注意安全，别摔伤了或者染了风寒。等我看完一圈，我会再回安阳的。有一件事一直窝在我心里，我想你了。你有想我吗，红玲？红豆，他说我想你了，他问你有没有想我。走，去下一个地方。赵红玲，在县衙，在安阳河畔，在堤坝上，在你明天要去的那个我不知的地方，在你看不见的我的心里，也下了一场雨。大人来了。沙袋，石头，快！你背影淡成水墨的提示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安阳大雨后就星夜兼程，来帮你。
救爹！顾城，你不要有事！如果找不到他怎么办？如果他被冲走了怎么办？如果再也见不到他了怎么办？顾城，顾城！顾城，把手给我！你再使点劲儿剑，你的剑不是白练的，你的马不是白骑的，你连江湖上的盗匪都敢打杀，还拽不动一个男人。你吓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了？没事了。上一世，我在安阳河里被洪水冲走，堪堪保住了命。堤坝垮了，房屋毁了，良田淹了，百姓死了，我什么都没守住。这一世，我早早被赵红林从水里拉了上来。我们得回去，堤还没修好。好。大人回来啦！快这边！哥哥，终于，你做到了。这里的田地，你保下来了。诸位辛苦了！顾大人，顾大人！陈哥哥，我觉得你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我们再等等，等水彻底停了再下地。好。陈哥哥，你以后能不能别跳河了？不会了。哥哥，你在想什么？那片河滩地，明年能种什么？哥哥，你总是这样操心着、盘算着、忙碌着。你把一个人的心掰成很多瓣儿，分给这片土地，分给这些百姓，分给这座县城。这样不好吗？呆子，我没说不好，只是说你也可以分出去了一小，给身边的其他人。大概这就是被人牵挂，是这种感觉。哥哥，水停了。终于停了。
看来堤坝是守住了。哥哥，那是牛郎织女吗？他们挨着好近好近啊！哎，对了，我的马，我要去找我的马。我陪你去。今天是七夕。狼筅在前，藤盘互侧，3人一小组，9人一大组。记住，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打，你们是一个整体。列阵！这些人3个月前还是拿锄头的，如今他们是安阳的刀盾。上一世，前些日子朝廷公文说，一伙江匪在谢州各地流窜，匪首号称过江龙，手下既是亡命之徒。剿匪官兵已经在路上，但抵达还需疏使。在那之前，安阳只能靠自己。大人说的是，咱们不能总等着别人来救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你送水啊！你都练了一上午了，不渴吗？哥哥，我也要留下来保护老百姓。这几个地方都是适合伏击那些江匪。这里是安阳河最窄的地方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骑马走过。你打算干什么？让江匪有来无回。都来了，让众人准备。有埋伏！怎么回事？上岸！都往南岸上！快！放！有弓箭手，撤！上！押回县衙。哎，大人，好手段。结束了。也许只是开始。陈哥哥，你真的一次又一次给我惊喜。1年以来，我亲眼目睹了安阳的变化，田地多了，庄稼壮了，河道清了，街上第一家铺子开起来了，邻县的货郎3天2头的来，老百姓的脸上有了笑，有人给孩子扯了新布做衣裳，有人攒了钱买了一头耕牛，甚至有外地的流民决定在这里定居试试。一个原本死气沉沉的地方，终于有了生路，而且还那么生机勃勃。一个小小县官，却比我见过的无数官员都要好。顾辰啊，顾辰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人。青天顾辰救我安阳百姓于水火，修方放黄，除匪安民，修路通商，兴学育人，百姓无以为报，唯愿青天长命百岁，子孙满堂。多少人做一辈子官都得不到这样一张纸，他1年就做到了。传旨，安阳令顾辰政绩卓著，着即回京述职，另有任用。顾大人在何处？我是来传旨的。顾大人，陛下急召您回京述职，您先去洗洗。
顾叔叔，我娘说你要走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顾叔叔也不好说。那你以后一定要想我们。周县城，修路的事还没完，南边那条岔道要赶在雨季前铺好。下官一定办好。还有学堂，来这里求学的孩子越来越多，县衙那个屋子怕是不够了。你以后得想个法子，找个更宽的地方。大人放心。东西大家都留着吧。回去吧，乡亲们。这样的人才是我赵红玲的男人。哥哥，你看，古州果然名不虚传，这般平整的田地，安阳那边可见不到。土地龟裂，庄稼枯黄。哥哥，古州这个地方很有意思，有一些人喜欢头裹着各式各样的头巾。头巾？怎么了？那些头裹毛巾的人，你游历古州时见得多不多？古州一带好像也是才有这样的，你说多倒也不算多吧。前一世重圣5年，古州遭遇100年难遇的大旱。怎么了？就在这时候，一个人站了出来，刘道吉，一个道士，在他聚众的法坛跪了一地，个个喊他活神仙。旱灾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对教众说某日当有雨。到了那天，果然下了几滴，就这几滴雨让他的信众翻了10倍，天恩教由此而生。几月后，他以万道将乱，神降圣恩，改天换地，万民翻身为口号，在古州聚众。到了当年10个月，裹毛巾的教阵已经发展到数十万人的规模。那妖道裹挟着那些被旱灾逼得走投无路的百姓，朝廷派兵剿抚，镇压叛乱也就用了1个月。可是天恩教的祸根没有拔掉，一场旱灾，因为一个道士的野心和一群贪官的欲望，变成了一场延绵多年的人祸。我得给陛下上书。臣行经古州，见田间禾苗卷叶，土块干裂，旱象引路，又见百姓多裹金帕，3、5成群，神色抗议。臣恐有人借天灾之机，聚众祸乱，酿成大祸。哥哥，你写的是古州要出乱子？不是要出，是已经出了苗头。800里加急，不得有误。大人放心。陈哥哥，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啊？有，比想象的要严重的多。陈哥哥，无论多艰难，我都伴着你。好。仙人，明日城东布道。今日有雷，而且是酣雷，只打雷不下雨的旱雷。那刘道吉大概也是想通过预测今天的天象，来彰显自己是神仙显灵吧。在这种地方，在这些被蒙蔽的百姓面前，一个响雷就足以被说成是神仙显灵。诸位乡亲，诸位信善，贫道刘道吉云游至此，见此地怨气冲天，乃天降罪责所致，心中不忍，特来相告。天机给予本道预兆，天下将乱，万道将倾，唯有真神降世，才能救苍生于水火啊！
诸位，唯有入我天恩教，方能得见仙人，修我大道，将来便可心想事成。鸽子是从袖子里藏好的暗袋里放出来的，掌心的火焰是用白磷和桐油调的。这些东西我在镖局的时候就见过了，跑江湖的杂耍班子人人都会。仙人，我们人人都能心想事成。没错，比如说我言一句天雷，诸位且看稍后天际间有雷电。这人果然也懂天象，知道今天要打闷雷，便掐着点说出来，好让百姓以为是他召来的雷电。这手拿捏人心的手段，当真了得。刀枪不入，刀锋缩进了刀柄里，真正碰到皮肉的是刀背。这种把戏，骗骗没见过世面的老百姓还行，在我面前就是个笑话。这是妖术，都是些江湖骗术。你看那油锅里放的是醋，醋的沸点低，看着翻滚冒泡，像是滚烫的油，其实根本不烫手。他是骗子。你说你是仙人，那我问你，仙人为何要作假？这只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拉开房幕。天恩教的阴谋，古州的旱灾，前世的浩劫，这一切都将在这一世被改写。醋烧开了也不烫手，这是跑江湖杂耍的把戏，不是什么仙术。他说的是真的，俺家里做菜也用过醋，醋开的时候确实不怎么烫。机关刀，刀柄里有机关，一按就缩回去了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刀根本伤不了人。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对仙人不敬！对呀，仙人怎么会是假的？你懂什么？仙人的法术岂是你一个黄毛丫头能看穿的？仙人还会言出法随，招来天象，以前就灵验过。刚才仙人说要有天雷，这总不是戏法吧？是啊，天雷怎么作假？对啊，天雷怎么是假的？仙人能呼风唤雨，这是大家亲眼见过的。对啊，天象这东西，我确实一窍不通，怎么办？天象不是招来的，是观测来的。这不是神仙的本事，是人的本事，我就能做到。哼，大言不惭，你当你是谁？雷来，风至，这不是仙术，这是观测天象。风从哪边来，雨什么时候下，雷什么时候打，这些都是可以预测的。很多行军打仗的将军都会观天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怪不得昨夜神仙托梦频道，天机混沌，子明星暗，原来是有邪魔作祟。此人是天魔转世，他身上的邪气太重，遮盖了天机，贫道方才竟然没有察觉。诸位请看，他一个凡人如何能呼风唤雷？那不是人的本事，那是天魔的妖术。天生妖媚模样，乃天魔女，所以他也能如我这般刀枪不入。谁要跟他是天魔天魔女？但要是能成一对嘛，倒也不赖。只有贫道能救诸位，抓住此两人，我为尔等驱除邪祟。抓住天魔，抓住天魔女！跑！什么？输给漫长的期盼。去哪儿？谢阳，你笑什么？因为你拉着我的手啊！他们人太多了，别怕，拐过这条巷子就快到了。你眼角的笑意还没彻底的看穿，检票口的红灯都催促着我归还，怎么去原谅这跨越千里的遗憾？把沉重的爱挤进这轻飘飘的两弯，时间在被计算，没事，跑。连这句我爱你都要算好时机说完。你受伤了？擦破点皮。
你等等，让我看看。到了县衙再说，追兵马上就到。你下次不要再挡在我面前了。习惯了。安阳令顾臣有要事求见永修县令。安阳令，那可是从6品的官儿。可咱们大人能见他吗？刘县人那边，看来这县衙也不干净。先看看这县令是什么人。原来是顾大人，本官姓吴，敢问顾大人有何要事？吴大人，永京县城有个道士在聚众布道，妖言惑众，煽动百姓，此人有谋反之嫌，请大人即刻派人缉拿。顾大人说的可是刘仙人？吴大人，那不是仙人，是个骗子。他用杂耍把戏蒙骗百姓，煽动信众，意图聚众谋反。吴大人身为永修父母官，岂能坐视不理？哎呀，顾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位刘仙人可是真有本事的。上回他在城外做法，天降甘霖，救了我县庄稼，全县百姓都亲眼所见，那还能有假？大人，不好了！刘仙人带着好多人冲到县衙门口了。仙人驾临，下官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吴大人，贫道今日来是为救你。就下官，你可知你方才接待的2个人是什么来路？此2人乃是天魔与天魔女。今日你若是护了他们，便是与邪魔为伍，必遭天谴呐！这仙人，下官不知道啊。吴大人，你被天魔蒙蔽了双眼，若你再执迷不悟，贫道也救不了你了。仙人救我！仙人救我！吴县令，我乃长宁郡主赵红林，太尉赵太吉是我爷爷，当今圣上是我表哥。你现在最好想清楚了再说话。郡主，下官有眼无珠。这正是天魔的可恶之处。天魔最擅长的就是蛊惑人心。这天魔女夺了郡主的舍，自然能利用郡主的身份来迷惑世人。但既然天魔女选择夺舍郡主，那就得先拿下天魔本尊。你说我是被夺舍的，那好，你倒是说说，天魔女夺舍郡主图的是什么？自然是为了迷惑世人。迷惑世人？本郡主需要迷惑谁？这大前天下本就是我赵家的天下。吴大人，你若被天魔蒙蔽，便是助纣为虐，日后九泉之下，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吴县令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不信朝廷信妖道，你该当何罪？下官糊涂。他们可能要动手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诸位信众，天魔的妖力已经侵蚀了郡主的神智，若不尽快制服天魔，郡主将永世不得超生。仙人说得对，先抓天魔，不能让天魔跑了。如果打起来，你先走，我来断后。不走，要走一起走。圣旨到。顾大人，可算找着您了。咱家知道您素日来简谱，肯定在古州，就是不知道您在哪里。这一路上可累坏咱家了。顾臣接旨。皇帝诏曰：安阳令顾臣政绩卓著，才堪大用。今古州一带有异，特改任顾臣为古州巡防使，代天巡牧，查礼制，访民情，抚百姓。
遇事不决，可先斩后奏，变易行事。钦此。微臣接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顾大人，能代天巡牧，可是天大的恩情。顾大人可莫要辜负陛下对您的期待呀！古州巡防使代天巡牧，这意味着我在这片土地上就是皇帝的化身。恭喜你，顾巡防使。刘道长，现在还要说本官是天魔吗？顾大人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下官被那妖道蒙蔽了。天魔？你说顾大人是天魔？陛下刚封的古州巡防使代天巡牧，你说是天魔？那陛下也被天魔蛊惑了？还是说你是要造反呢？顾大人、刘仙人，要不咱们坐下来慢慢谈，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道长方才说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，刀枪不入。今日有缘得见，顾某想开开眼界。你不必紧张，本官是真的想看看传闻中的金刚不坏。来啊，让本官见识见识。仙人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接剑？难道仙人也有怕的时候？仙人，您就露一手吧，也好让顾大人见识见识您的本事。贫道的金刚不坏之身，岂是凡人能试的？可本凡人偏要来试试。道长别怕，我是真的想开开眼界。啊！我的手，我的手！你不是仙人，你是个骗子！骗子，还我米钱！什么仙人，就是个江湖骗子！我把我娘的棺材本都捐了，多谢大人。刘道吉煽动民众，蛊惑人心，意图不轨，按律当斩。吴县令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却被妖道蒙蔽，助纣为虐，该当何罪？下官知罪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下官愚不可及。顾辰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天恩教不会放过你的。妖言惑众者，罪有应得。你且去牢里好好反省吧。都起来吧！天灾不是天降罪责，不是神仙发怒，不是你们做了什么错事遭了报应，是当官的没做好，是朝廷没做到位。如今我来了，圣上让我代天巡牧，就是要我来管这些事儿。旱灾朝廷会赈济，河渠朝廷会修整，粮食朝廷会调配。你们不用拜什么仙人，该种地的种地，该养家的养家。这不是神仙说的，是朝廷说的。就算真是天灾，那顾某也可以告诉诸位，人定胜天。人定胜天，说得真好。哥哥，你现在可是顾青天了，全城都在传你的名字。什么青天不青天的，做了该做的事而已。你呀，做了天大的好事也不当回事。要我说，这顾青天三个字，你当得起？我只是觉得，这些百姓本该就有自己的地，我不过是把属于他们的东西还给他们，不值得叫什么青天。你这个人啊！臣顾臣奏说，古州大旱，幸得水利先行，半数庄稼得保。又清显田亩共计3700余顷，归还佃农者2000余顷，茶饮田冒名鬼树之田1000余顷，斩贪官13人。诸位爱卿，顾臣到古州8个月，平逆贼，抓贪官，修水利，清田产，
8个月的时间，他把一个快要烂掉的古州从根子上翻了个个。古州大旱，半数庄稼得保，半数大旱之年，他保住了半数庄稼。来，你们谁能在自己的治下救下旱灾里的庄稼？什么叫国事？这就叫国事。国事不在出身，在心怀天下。他顾城一个流民出身，尚且知道为民请命。你们这些世家大族出来的，若只知道守着自家那1亩3分地，趁早给朕滚出朝堂！陛下息怒。陛下，古州密报。顾臣与郡主几乎日日一处，同桌而食。顾臣赵红玲，先帝最宠爱的外甥女，也是朕最疼的表妹。朕曾经想过，什么样的男人才配得上她？寻常男子又怎么能入得了她的眼？现在朕知道了，顾臣有本事，赵红玲有眼光，2个人又互相喜欢。朕这个做表哥的，若能促成这桩婚事，百姓和勋贵之间就多了一座桥。那些士族门阀再想拿出身来说事，就得先掂量掂量。你们敢说长宁郡主的骏马？顾臣、红玲，朕这个媒人坐定。哥哥，新知府到任了，陛下又催你回京。先回安阳交代一下，再走陆路回京。顺利的话，月底能到。月底，那岂不是要在路上过年了？抱歉，害得你不能在家过除夕。没事儿，我爷爷和我娘知道我爱乱玩，才不会管我。哥哥，你为什么总是让我走里面？安全。呆子。顾大人，什么事？北边几个县报了雪灾，严重吗？不知道，我得回去看看。你不问我为什么要回去？这有什么好问的？你不回去，你就不是顾城。撤！开官仓放粮，并核实受灾人数，要把灾粮按户实际发到老百姓手中。出一点差错，唯你是问。小人一定办到。好在受灾不重，人没事。哥哥，灾情解决了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好。哥哥，那些百姓拿到粮食的时候，都在偷偷看你。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，你是她见过的最好的官。哎，你怎么不问问那个老太太是怎么夸我的？怎么夸你的？她说你这小媳妇儿真有福气，找了个这么好的官人。你这人怎么比大姑娘还害羞？下！顾晨，你知道我母亲是谁吗？清溪大长公主。我娘一个人把我生下来，一个人把我养大。她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这辈子都记得。你爹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顾晨，在我心里，你也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说。你喜欢我吗？你心里没有我吗？
不是。那你是害怕我们身份悬殊？我告诉你，顾晨，我赵红玲选中的人谁都拦不住，我爷爷拦不住，我娘亲拦不住，皇帝哥哥也拦不住。你听明白了没有？你要是因为这个敢不喜欢我，那你也太小看我赵红玲了。红玲，唯独娶你这件事，我绝不会放弃。刚刚是紧张，真的。你个呆子！男女授受不亲。那为了以后授受能亲，等到了京城你就娶我，你答不答应？你快答应！我一定明媒正娶。废话，都亲嘴了，这辈子赖上你了。陈哥哥，我是一团火，你这块木头给我当干柴，正好。叫我一声红玲妹妹，好吗？陈哥哥，红玲妹妹。你说月亮上有仙人吗？如果有，他会羡慕我们吗？天上没有人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好烦！我跟你聊风花雪月，你怎么不接茬？哥哥，你会一直这样吗？什么呀？让我靠着你啊！会。哥哥，前面那条街叫杏花街，春天的时候杏花全开了，好看极了。那边那家铺子的桂花糕最好吃，我从小就爱吃。怎么了，哥哥？你没吃过吗？以前倒是吃过几次。小时候我每年都来这里，后来长大了到处跑，好几年没来了。今年不一样，哥哥，今年能和你一起过节，我很开心。我也是。啊！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这鞭炮声来的真不是时候，大到他没有听到，但看着他在灯笼光下顾盼生回的杏眼，我倒宁愿他听见了。没什么。你这人真是的。哥哥，你以前是怎么过年的？在破庙的时候，和几个流浪的人挤在一起取暖，后来在镖局和镖师们一起喝酒，再后来在翰林院一个人看书看到天亮。以后不会了，以后每年的除夕我都陪你过。拂袖邀你共赴此夜，星河天轩。到了。到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2年没回来，有些不习惯。走吧。顾大人久等了，陛下在里头，请。
有劳黄总管。臣顾臣叩见陛下。坐。顾青，陛下，3年，翰林院压了你3年，有没有怨过朕？陛下不是在压臣，陛下是在磨臣。臣流民出身，未经官场，不懂政务。若当年直接就放去做官，怕是要跌跟头。3年翰林院，臣读了3年书，看了3年档案、军报、账册。陛下的苦心，臣明白。你很聪明。来，朕问你，地方上百姓如何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百姓苦不堪言。继续说。冬日里，10户人家有3、4户缺衣小食，饱饭暖衣则都是奢望。大户人家逃税漏税花样百出，有的把田产挂在秀才名下，有的捐给寺庙道观，有的干脆晃报荒地。朝廷的田税按人头按地亩收，可有些百姓根本没有那么多地，却被逼着缴那么多粮，缴不起的卖地卖牛卖儿卖女，卖了地去做佃农，租子交完，剩下的只够喝稀粥。到了冬天，有些人家只能吃树皮草根。安阳的江匪，臣抓了杀了，可臣都审过他们。有人被地方恶霸强抢妻女，家破人亡；有人私产被官府强行征调，还有的因为水坏，房倒屋塌，良田变水泽，一夜流离失所。如此这般，陆陆续续，才都上了贼船。天恩教那些帮妖道蒙蔽百姓的信徒，臣也审过，他们信那妖道，不是真的信什么神仙，是旱灾将至没活路了，有人给他们一点甜头，说这是翻身的机会，他们就铤而走险入伙了。朕让你说地方上的情况，你就不能说2句好听的？什么百姓安居乐业、万民同桌之类的话，你不会说吗？臣不会。一句歌舞升平、国泰民安都没有？没有。果然朕没有看错人。朕年轻的时候乔装成商妇，带着一个护卫在江湖上走了几年，亲眼见过你说的那些事，苛捐杂税、卖儿用女、易子而食，朕都见过。朕在路边见过一个老妇，把亲孙子卖给过路的商队，就换了2斗米。朕问他为什么卖，他说不卖就得饿死，卖了至少孩子还能活。朕那时候就发过誓，等朕坐上这个位子，一定要改一改这天下。可朕坐上来才发现，这天下比朕想的要大得多，烂的也深得多。朕一个人改不了。更可笑的是，下面的人在朕登基后，天天对朕说什么四海升平、物必民飞，天下人都说朕是圣主，对朕歌功颂德。满朝文武一个个穿着锦衣华服，在朕面前说什么万岁圣明，说什么天降祥瑞。怎么朕一登基还没施展抱负，那些卖儿用女的就自己消失了？怎么朕还没来得及变法革新，天下就忽然太平了？所以朕需要人，需要像你这样的人。顾辰，你比朕预想的还要好。当年朕以为你登科时才18岁，至少要磨个10年才能用。可看完你安阳和古州的表现，朕觉得你已经磨好了。臣此生愿为陛下手中之剑，剑锋所指，臣之所向。起来吧。与朕击掌。以后可以无宣进宫，也可以给朕上密折，无需过通政司。臣定不负陛下信任。去吧。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。陛下怎么不问问他跟长宁的事儿？怎么？陛下前些日子通过乾隆卫知道这事，结果你今天又不亲口问问他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长宁回来却没跟他母亲说，说明还不想告诉我们。
那丫头从小就主意正，她想让我们知道的时候，自然会说的。那你是打算任着他们两人自己？长宁那丫头从小就无法无天，朕小时候做什么，她就跟着做什么。长宁的性子有一半是跟陛下学的，她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活脱脱就是陛下年轻时候。她眼光高，鲁国公世子都看不上，朕还担心过她这辈子嫁不出去。如今她自己选了一个，朕高兴还来不及。那陛下究竟打算怎么办？进来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安阳的事，古州的事，辛苦。学生不敢居功，都是陛下指点，先生教导。戒骄，戒躁，学生谨记。你师娘做多了，吃不完。走马观花，轻躁浮夸。黎志远和我也算有点小交情，我不明白黎志远怎么能调教出这么个玩意儿。一日毕，看了常人5日浏览的量。这怎么可能？每一份就当，顾晨都写得详极。短短时间，不过看了一眼，居然就把这些档案中的问题全部找到。是我看走眼了。顾大人年纪不小了，怎么还不成家？没遇到合适的。顾大人想要个什么样的？已有心上人。心上人是谁？需要我替你说媒吗？顾大人，这几处标注你是怎么看出粮草转运路线有问题的？看地形，山路崎岖，雨季泥滑，按旧路线至少要多耗30%运力。抚心头微寒，耳边轻声婉转。我现在写下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堂堂正正地站在赵家门前，对赵太极说：“我来娶您的孙女。”定格暂时的缱绻，是千山万水去跨越，再等等我。不忍分别，让心愿散落。陈哥哥，我来了。曾见玫瑰盛开之际芬芳，心态永不凋零，未曾设防。陈哥哥，我来了。在最渴望拥抱的时刻，你出现。你怎么翻墙？被人看见了怎么办？看见了就看见了，谁还能把我怎么着？北境英雄传，你写的？但以爱为名的故事开篇多绚烂，你哭了？结局却未必我没有。都有圆满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打仗的事儿？什么军阵啊、弓弩啊、粮草补给啊，写的跟真的似的，好像你亲自打过仗一样。小时候在镖局认识许多退伍的老兵，听他们讲的。陈哥哥，你能把我爹爹写进去吗？好，
你把他的事讲给我听，我写进去。爹爹他从小就力气大，能举起一块大石头。后来进了军营，第一次上战场就杀了3个敌人。爷爷说他那时候才16岁。因为我知道，这不是写话本，这是在替赵红莲把他父亲的故事留下来，留在一个不会被时间冲走的地方。陈哥哥，你写这个是不是为了攒聘礼？陈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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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什么时候去提亲呀？快了，快了是多久？再攒一攒。攒什么？聘礼。我不在乎那些。我在乎。你是长宁郡主，我不能让你嫁得寒酸。那你快点写，我等着。但有一事我尚且不明，这是什么写快点的办法？你不懂，这叫鼓舞士气。好吧，一首曲子，2种声音。我忽然觉得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日子。陈哥哥，明天我还要来。你天天翻墙，真不怕被人看见？看见就看见，大不了你赶紧来提亲。日复一日，他在月下吹笛，我在灯下写书，2颗心在这方寸小院中悄然靠近。月色微醺，晚风呢喃，你的眼底自有波澜。陈哥哥，我今天在街上看了一出戏，讲的可好笑了。一个书生被一个女鬼缠上了，你别光批公文啊，你也说句话嘛。我在听。你就是这样闷得很，可我就是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写你的吧，我给你吹笛子。谁见暴风面闯入我的心间，谁让你的眉眼胜过万语千言，让几分春色浸透湖面，云开成烟，这一秒心跳了琴弦。长宁，过来坐下。长宁，你是不是有话对娘说？心里装着人儿啦？娘，我这辈子非顾晨不嫁。这个顾晨我也早有耳闻，是个人物。你爷爷知道吗？你皇帝哥哥知道吗？去跟你爷爷说。坐下说，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什么都瞒不过爷爷的眼睛。是谁呀？爷爷，他叫顾晨。顾晨？爷爷，那个顾晨在安阳治水，带领百姓加固堤坝，保住了万亩良田。他在古州平乱，单枪匹马闯入天恩教总坛，生擒了教主。大旱之年，他保住了半数庄稼，让百姓不至于饿死。他在贪官的地窖里搜出满箱金银，全部充公赈灾。爷爷，他是和爹爹一样的人。
请。爷爷，谢谢你。景轩啊，你闺女有心上人了，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。爷爷，他一定会来提亲的，他说过的。好，爷爷等着。雕颜之醉，谁挽流云作寄？清风绕鬓边飞，谁披青山绿水？回眸一笑双眉，是你与我相随，负着人间芳菲。红林今晚没来，大概是家里有事吧。也好，明日我便又能见到他了。这才多久？一个流民，如今陛下隔三差五就要提起他，关键是朝野上下数不清的人夸赞他。我每日回府，府中下人都会聊到他。哼，一个泥腿子，运气好得了探花，当了个7品县令。现在早不是先帝时候的光景了。那以吕大人之见，至少现在确实得严加防范。吕大人，你就说我们怎么办吧。等着他犯错，等他露出破绽，到那时候再办他也不迟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草莓孩子，那是闻的，不是吃的。你那个好友顾晨，真就有那么好？天下间最厉害的人，流民出身，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没有门第，无宗族帮衬，也没有娶亲靠着岳长，就靠自己。别看他面上木讷，实际上他重情义却不善表，心思全在家国天下。古之未有，古之未有啊，古之未有。这些你跟我说了好些年。他这些年修堤坝、除蝗灾、灭江匪、兴水利、平逆贼、抓贪官，桩桩件件，哪一项不是天大的难事？确实是个有大本事的，我还真想再见一见了。等他回京，等到了休沐日，我们3家该聚聚了。娘，今日好些了吗？还是那样，老毛病了，好不了。菊儿，为娘没记错的话，街头巷尾都在传的那个顾晨，就是你常说的那个朋友。是，怎么了娘？听说他在古州做了不少事，老百姓都叫他顾青天。你那个朋友是个能干的。娘，您好生歇着，遵医嘱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老夫人待我好，我应该的。昭儿，一撇一捺，做人要端端正正。爹。夫君，今日朝上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写折子。爹，街头巷尾都在传的那个顾晨，我听祖母说是你的好友。的确是你爹的朋友。崇圣元年的探花，文武登科，古之未有。那他真有外面说的那般好吗？譬如围山，未成一库。你顾叔叔才学是够的，可惜是个死脑筋，认准了一件事儿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但你爹也佩服他的才学，他做出了一些实际，桩桩件件都是好事。那爹，你和他谁厉害呀？你爹和你顾叔叔各有志向，所以比不了。这一世，顾晨没有娶我，怎么离了我，他居然过得更好了？一个不懂风月的人，一个不会写诗遣词的人，一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木讷呆子，到底有什么好？夫君，喝茶。多谢夫人。可惜了，他走的这条路，终归是偏了。文治礼教才是正途。
顾一德，你可算来了。补他的。有点良心，留着留着，以后文宇娶媳妇的老本有喽。总之还是那句话，不问出身，但问前程。好酒，这醉仙楼的酒就是比家里的够味儿。少喝点儿。知道知道，今天高兴嘛。王芷做的点心可是一绝，你们尝尝。确实好手艺，刘姐姐喜欢就好。刘姐姐，你看过这个没有？这倒是没看过，我最近迷上了这本书，逢人就推荐，写的可好了。文笔是好，就是写边疆这怪苦的粗粝地方，不如才子佳人来的雅致。刘姐姐多看进去，就会喜欢上的。我也看了，真是好文采啊！不是雕琢，却字字千钧。我写诗写词惯了，反倒写不出这种力道来。博远，你也读过？你也读过？读过，不过没看太多。这本书更让我确定了一件事：文治礼教才是正途。边关将士的苦，是因为武将无能。如果文官掌权，以文治武，边关不会打成那样。杨开熙的祖父、父亲都死在沙场，我知道杨开熙对武有刻骨的恨，那不是理性的判断，是血肉的记忆。你没法用道理去说服一个被伤过的人。上一世，柳若兰从来不看我的东西，她嫌那些东西枯燥无味，不如诗词歌赋来的风雅。可这一世，她居然在看我写的画盆子。虽然她说不如才子佳人的好看，可她毕竟看了，这算不算一种迟来的了解？命运这东西，有时候比画本子还荒唐。看吧，多看进去就会喜欢上的。这吴明生到底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我去书商问过，书商说和写书的人有言在先，如果暴露名字，就不与他做生意了。文武双全，且心怀苍生社稷。夫君真能干，文武双全，心怀苍生社稷，这些词感觉在什么地方听过。若真要查，我觉得应该也能查出来。这种人在朝堂上还真不多。若真要查，我觉得应该也能查出来。看我做什么？以德，说不定未来的你也是吴明生这种人。裴章这个人推敲的本事确实厉害，他推敲了半天的吴明生就坐在他对面。哦，对了，以德，吃喝聊天给我忘了，我有件事跟你说。何事？御史台三品官严正清严老托我来做媒，他孙女严小姐自称倾慕已久，说是你在古州的事迹传遍京城时，他就动了心。严老就这么一个孙女，疼得跟眼珠子似的，拗不过他，便托我来说，严小姐知书达理，才貌双全，配你是够的。严老在朝中德高望重，你若娶了他孙女儿，往后仕途上也多个照应。承蒙严老和严小姐抬爱，只是在下已有心上人，不便在意。顾兄，你这心上人究竟是谁？对啊，你有心上人这事儿，先前确实也说过，但到底是谁，你又始终不肯说。以后会说与你们的。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提，今天出门前，府上一下人跟我说，有个其他府邸的丫鬟来问他，裴大人今天是不是要去醉仙楼跟顾城顾大人吃饭？怎么了，顾兄？你是不是没想到，长宁郡主派丫鬟来我府上打听你吧？长宁郡主派丫鬟来我府上打听你吧？我说前几天薛家千金怎么跟你见一面回去哭了？原来你还真是心有所属啊！
陈哥哥，你果然在这儿。下官参见长宁郡主。见过长宁郡主。还不是听说这个呆子在这里，我就过来啦。长宁郡主，顾晨的心上人是长宁郡主。店家，天妇碗筷，再上2壶好酒。哦，对了，再上3道鱼，什么样好吃做什么。好嘞。等等，酒要大壶的，小壶不够喝。郡主，这于理不合吧？陈哥哥跟我提过你们，说你们是他的至交，一直没变过。陈哥哥，你爱吃鱼，多吃点。上辈子做了那么多年的夫妻，我竟不知道他爱吃鱼。那块被咬过的鱼就那样塞进了顾晨的碗里，而顾晨，那个前世和我同桌吃饭10几年，从未有过欲举之举的顾晨，就那样吃了。对了，我刚刚上来的时候听你们说薛家小姐和这个呆子是怎么个事儿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兵部五品郎中薛大人薛有武，士族出身，这些日子和顾兄一起办差，久而久之越发看重他，动了心思，想把女儿许配给顾兄。薛家兄弟2人都看好寒门士族联姻的大趋势，觉得顾晨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可薛家小姐一开始嫌弃顾兄出身，哭闹着不愿意。薛大人劝她提拔非士族人才乃朝廷国政，薛家小姐勉强应了，说先见一面。薛大人和顾兄恩师有旧，就托黎先生做媒。顾兄不敢忤逆黎先生，2人就在一家酒楼见了一面。然后呢？见面那天，顾兄迟到了，说是兵部临时有事儿。到了之后也没说什么话，薛家小姐问他什么，他答什么，不问就不说，闷得像块石头。薛家小姐本来就不情不愿的，见了这副德行，差点当场走人。后来薛大人想要找点话题，聊起了兵部的一桩公事，说什么边防驿传的漏洞、马匹军械损耗什么的。顾兄突然就来劲儿了，那薛大人自然也是个懂行的，2个人越聊越投机，从公事聊到国事，从国事聊到边事，聊了整整1个时辰。而那薛家小姐在旁边坐了整整1个时辰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只好听着。2人聊着聊着，这才忽然想起来旁边还有个来相看的千金小姐。2人聊着聊着，这才忽然想起来旁边还有个来相看的千金小姐。那薛家小姐怎么突然看上他了？你不是说她一开始嫌弃的要死吗？她虽然听不懂父亲和顾兄在聊什么，可她看到父亲跟顾兄聊得那么起劲儿，忽然觉得这个闷葫芦好像也没那么差。薛家小姐的原话是，她人是呆了点，可呆了让人觉得踏实。郡主，这兵部侍郎魏大人，郡主知道吧？当年武举时，他就说以德将来是帅才，如今更是看好。还有吏部的邓尚书，那可是皇后娘娘的父亲，陛下的岳丈，也极为看好以德，说他年轻有为，戒骄戒躁，日后必成大器。想不到你这么受欢迎呀，怪不得我爷爷之前在朝上也说你心细如发，说你查到了兵部旧党的错入。还有今年春猎，陛下点名让以德去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围场里跑出一只老虎，那老虎大得吓人，一巴掌拍碎了半个木栅栏，在场的武将都不敢上前。你猜以德大了什么？他一个人冲上去了，一枪戳死了那只老虎。陛下大喜，当场赏了好多黄金珠宝。你为了黄金去杀了一只老虎？算着。哥哥，你这红彤彤的耳朵又出卖你喽？上辈子顾晨娶了我，打拼了多年成了镇国公，这一世他没有娶我，他反而更快地得到了邓尚书的赏识，得到了魏侍郎的推崇，得到了陛下的重用。顾晨究竟是怎么这一世走的反而比上一世更顺了呢？是了，
一定是赵红林跟他皇帝表哥说了什么，让顾晨提前被提拔起来。肯定是他不愿意承认顾晨本身就值得这一切。你们说的我都知道，京城里关于陈哥哥的事情我都是亲历者。安阳修堤修路，乱石滩剿匪，古州拿妖道，挖渠修水利，查抄贪官。顾晨和赵红林居然一起共度了那么多难关。前世我和顾晨做了那么多年夫妻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外面经历了什么。顾以德啊，顾以德，长宁郡主，京城第一美人，你小子啊，藏得太深了。郡主都对你倾心了，杨某服了，杨某真的服了。咱们崇圣三杰，将来最出息的怕就是你了。文探花武状元，娶的是长宁郡主陛下的小表妹，你上辈子积了什么德？上辈子我让他等了自己一世，我上辈子欠了他的，好在这辈子还长，我要用这辈子所有的时光去还上辈子欠他的情。陈哥哥，你来看，你看他们多般配。是啊，郡主那样的女子，全京城找不出第二个；以德那样的男子，全京城也找不出第二个。他们两个天生一对。我从来没有懂得过顾晨，前世没有，今生也没有。我只懂得他的沉闷无趣，只懂得他的不懂风情，却从不懂得他的真心和深情。红影伴随流水去，人间何好看吗？好看。那你想要哪个？都可以。你这个呆子，每次问你就是都可以，你就不能有自己的主意吗？结成对，冤成双，老朽祝二位白头偕老。这个给你，这个我留着。哥哥，哥哥，你快看！你说那个酒楼屋檐下面的灯吗？呆子，我指的是鸟，天上飞的鸟，不是灯。哦，我以为你说灯呢。你总是这么呆，以后谁嫁给你都能把你欺负死的。不会的。我一直在等他懂我，可我似乎从来没有让他懂过。你看这衣裳，这衣裳看着有钱，很好看。夫人，你是不是想看那本书？我的心里怎么了？怎么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？杨开熙猜中了我的心思，我应该高兴的。我前世求了一辈子，求的不就是一个人能猜中我的心思吗？前面就是了。苑山。苑山上有一座寺庙，听说已经存在很多很多年了。灵，听说这里许愿很灵，而且听说这里已经总之出现了好多好多年了。信这个？信不信的，试试呗，不花钱的。据说这里来求的善男信女，只需要磕头就行。磕头？怎么连相视一笑都不敢放得太轻松。进来。阿弥陀佛，赵施主，好久不见。大师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没来过这里啊，我今天头一回来呀。是贫僧认错，施主莫怪。他为何有此一问呢？又为何要看向我呢？或许一切都是我的错觉。大师，我听说来这里的都要磕头，我们想长相厮守，需要磕几个头呀？阿弥陀佛，贫僧去取一件东西。长相厮守，长相厮守。
他还没等我提亲，但他便已经认定我是他此生的唯一。二位施主来此，无需磕头，自便即可。太好了，陈哥哥，你坐呀。我想和顾晨长相厮守，你求一个。云开月亮，风静波平，凡事顺雷，百般相宜，是上上签。陈哥哥，你这是好签呀。良缘速递，佳偶天成，花好月圆，长相厮守，长相厮守。两位施主，可否求得想要之事？多谢大师，我们求到了，这个果真很灵，我们下山去了。陈哥哥，走了。宿世因果，何人知我？如来者去，去如来者。陈哥哥，8月诗会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为什么？诗会上的那些人写的都是些才子佳人的，我去了也插不上嘴的。你文才不俗，话本写的那么好，不去岂不是可惜了？老百姓吃饱饭穿暖衣，我更在乎这些。陈哥哥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个人有时候真的好气人，但你说的话我又没法反驳。今年诗会不一样，皇帝哥哥要来，他已经下了旨意，今年夺魁的可以求陛下讨个恩赏。前世偶尔去8月诗会，都是柳若兰要求的，我就在一旁吃吃喝喝，看柳若兰为才子们喝彩。这一世不一样了。是啊，顾兄，顾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以前从来不来的。我今年也想来试试。哦，顾兄莫不是也想夺得魁首，然后请陛下给你和郡主？行啊，你小子，光这份心气，我真的做不到。不对啊，裴景圭，你当年求娶我的时候，不也是这样的？哎，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今年陛下亲临，排场比往年大得多。只不过你想夺魁，怕是有些难。早闻博苑已蝉联5届了。杨御史来了。杨御史，杨兄。杨御史，今年的魁首怕是又要被你收入囊中了。不敢当，今年人才济济，我远不敢妄言。今年自然也是我。我没有选错，特别是每年的今天，杨开基拔得头筹的时候，那是我1年中最开心的时刻。可他为何来这里？前世他一直不愿意来这里，
每次都是我说好些话，他才点头，为了陛下的恩赏。可他能怎么办？就算杨开期不在，他也赢不了在座的诸多才子。你看这个杨开启，总是这么傲，关键傲起来你也没什么办法，谁让他有才学识呢？前世杨开启也是这样的，在诗会上他是所有人的焦点，是京城才子们仰望的对象。那时候他站在人群中间，光芒万丈，文才第一，名不虚传。顾大人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有人托我来说媒，建议大夫为人直的庶女，听了你在古州的事情后，对你很是中意。她通音律，好诗书，又亲手画的扇子相赠啊。武官朱郎杨雷洪想嫁他那好公的女儿，与你武状元身份颇为般配。感谢各位大人抬爱，顾某有心上人了。我自己也没想到，崇圣帝的大手笔，居然给我招来了这么多缘分。快看，长宁郡主来了！啊！长宁郡主不是向来舞枪弄杖，从不来这种场合的吗？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陈哥哥，长宁郡主叫他什么？陈哥哥。顾晨，那个流民出身、文武登科的顾晨。渴死了，渴死了！路上跑快了。你慢点喝。哥哥，我今天美吗？美。真的。这一步这一步打碎了满天星流，哪一个会愿为你一袖？这些都是宫廷特供，外面几乎吃不到，给陈哥哥尝尝正好。愿此番心动岁岁长留，谁见我风面面闯入。若兰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在看那边的热闹。不过是个兵部员外郎，走了运被郡主看上了而已。大人，吕大人，吕兄，好久不见。懿德，这位是鲁国公世子太常少卿吕玉，吕大人。他和郡主从小就认识。吕大人，郡主，好久不见。陈哥哥，你吃梅子。郡主，您这样与理不合，哪有叫臣子哥哥的，还为他施食的？我们是异姓兄妹，你管得着吗？顾晨，你凭什么？出身低微，官职不过五品，你凭什么得到他的青睐？你呀，就会拿我打趣。只打趣你一人。陈哥哥，等会儿诗会开始，你要是拿了魁首，我就请你吃全京城最好吃的烤鸭。京城的才子佳人都在这儿，哪轮得到我？怎么轮不到？我赵红兰看上的人当然是最好的。那个杨开基算什么？你比他厉害多了。红菱，月色微醺，晚风呢喃。谢谢你的眼底自有波澜。谢什么谢？你是我的人，我不护着你，谁护着你？陛下驾到！皇后娘娘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莫回头，怕被你看穿了预谋。愿此番心动岁岁长留。谁见我风面闯入我的心间？谁让你都平身吧，今日以文会友，无需多礼，无需多礼。是。臣顾晨有本启奏。